姐妹花约见网友，竟被下药惨遭多人侵犯。事后凶手父亲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，将自己儿子赶走后，竟好心的递来了衣服。女孩还天真的跟对方道谢，但她丝毫不知道男人只是嫌她脏，不想处理的时候弄脏手。事后女孩报警后，本以为警员是带他们去警局，可车子越开越偏，甚至朝着人烟稀少的山上开去。为什么走这条路啊？警员丝毫不做理会，停下车后，警员戴上了白手套，将姐妹往车子外面拽。放手！放手！女孩拼命挣扎，警员丝毫不为所动，将女孩一路拖到一处悬崖边，狠狠地将女孩推进了100米高的悬崖。完事后，将昏迷的妹妹也丢了下去。妹妹本就陷入了昏迷，在跌入悬崖后还被撞残了双腿。原本警员是要下山查看，确保两人是否都没了呼吸，哪知突然接到生病儿子的电话。着急回家的他完全忘了善后，但事后他还是不放心，再次找到了女孩的家里。本来是打算将姐妹二人的父母抓走，谁知意外发现了两姐妹竟然还活着。警员不仅帮男人制造不在场证明洗脱嫌疑，甚至篡改的证据，污蔑他们血液样本里发现了违禁物质，并申请了紧急搜捕令。搜查时，他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整袋东西扔在了他们父母的房间里，以此来污蔑他们一家人都是贩毒藏毒的。这包东西不是我的。报纸都刊登了，你们姐妹俩嗑完药接客，看到有钱客户就冤枉他强奸，我怀疑你们藏有危险药物，做贩卖用途，全部带回去。母亲被气得当场晕倒，不久便离世了。而父亲被抓进牢里后，也在不久后身亡了。这样一个原本美满的家，就因为有钱人和黑警的勾结，被弄得家破人亡。怀着满满的恨意，女孩满月将所有仇人的照片都贴在了房间里。苟延残喘18年后，带着完美的复仇计划归来。她最先盯上的就是那个黑警的儿子，有预谋的一步步接近。黑警的儿子即将警校毕业，这次相遇后，他鼓励男孩要做一名正义的警察。满月要等着黑警的儿子大义灭亲的时刻。至于刚刚抢手机的戏码，全是满月为了接近黑警儿子精心导演的一场好戏。满月已经提前做足了功课，清楚的知道黑警的儿子是个正义感爆棚的好人。他决定利用对方的这个优点，让黑警身败名裂，体会一把众叛亲离的感觉。黑警得知儿子即将毕业，拿出了祖传的手表送给他做毕业礼物。而黑警儿子荣升见习督察的日子，就是满月收网的时刻。他将黑警的罪行用匿名邮件的方式全部发给了他，里面的内容让正义感爆棚的儿子三观崩塌。为了加深他的信任，满月趁着黑警洗浴的时候，故意将黑警存放秘密的钥匙偷了出来，然后交给管理员。等黑警洗完澡，发现自己的钥匙不见后，一定会到处寻找。而即使管理员及时拿出了钥匙，生性多疑的黑警也一定会去检查自己藏起来的罪证有没有被人动过，然后找地方再次转移。当黑警打开箱子，发现证据依旧完好，还在柜子里时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作为警员的警惕性，让他还是选择将东西带回家，放在自己眼皮底下保管。而这个结果正是满月想要的，他就是要让黑警的儿子自己发现父亲的罪证，才是真的杀人诛心。好奇心的驱使下，黑警的儿子根据匿名邮件的提示，撬开了父亲上锁的柜子，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硬盘。身为黑警的父亲，具有优秀的反侦查意识，他将做过所有事情的证据全部都存了起来，为的就是防止富豪们有一天会卸磨杀驴。当黑警回到家，看到最心爱的儿子发现自己的秘密时，你干嘛翻我东西啊？伤人、纵火、冤狱、改口供，有哪一件事你没做过？他想说服儿子将证据交给自己，并洗脑说自己做的一切肮脏事都是为了给儿子带来最好的生活。见儿子不为所动，黑警气急败坏上前抢夺硬盘。儿子看父亲不知悔改，追上去想要将证据抢回来，两人为了抢夺证据扭打了起来。够了！你真这么紧张你的硬盘吗？你记不记得自己是一个警察？我这么做是为了谁呀？当年你妈妈生病了，给了多少医药费你不知道吗？要不是我，你们可以衣食无忧吗？最终在儿子的苦心劝导下，黑警父亲答应第2天就去自首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父亲的缓兵之计，想给自己争取多1天时间跑路。可黑警跑路时，刚好遇见了让他帮忙办事的小弟。他正在掏东西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的儿子追了过来。他赶忙将手机塞给小弟，准备逃跑。远远的守在一旁的满月就亲眼目睹了儿子抓父亲的场景。儿子追得越紧，黑警就跑得越慌不择路。慌乱间，他冲出马路，差点被一辆车撞上。老板小心！可能是命运安排，他躲过了第1辆车，却被第2辆车撞，并随着惯性不停翻滚起来，像极了18年前他推满月姐妹下悬崖的那一幕。黑警被撞得当场死亡，双眼圆睁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。而满月回想着当年的痛苦经历，既震惊又感到无比的痛快，好像心上压着的石头终于解脱。就凭黑警做出的这些事情，他都是死不足惜。满月大仇得报，满脸欣慰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就是那部黑警没拿走的手机，竟成为了他最大的隐患。